为什么说高达 C 的世界永远不会迎来和平？首先，咱们把刷因为万代想赚钱的小伙伴插出去哈。本期视频咱们只讨论剧中的设定，不考虑那些肮脏的大人思维啊。其实关于 C 的宇宙该如何迎来和平，早在高达 C 的第2季完结时，就有很多人吐槽，这感觉打来打去，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，跟第1季一样，两边打累了签个条约缓缓而已。观星者播出时，很多人猜测，在下一部剧场版中，人类内部的战争肯定要结束了，鲸鱼翅膀所寓意的外星文明估计要来了。结果啊，就是万代拿着做 C 的赚来的钱，去做了日本动画界第1部以高清规格放送的作品《高达00》，然后一眨眼，将近20年过去了，新的剧场版 Freedom 上映，大家心想，这一下总该给个大结局了吧？结果看完以后发现，这根本不是啥大结局，它就是以高达 C 的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而已。虽说对剧中交战双方的主体矛盾没有给出答案，但对高达电影的最高票房倒是给出了全新的答案。以万代的尿性，这赚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做 C 的续集还真不好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万代想，就肯定能做得下去。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 C 的宇宙最主要的冲突就是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冲突，那么这两拨人属于什么冲突呢？这里我给大家先分析一下这两拨人的成分啊。首先是自然人，总人口150亿，他们跟咱们一样，投胎到这个世界上就主打一个随缘，天生资质的不同，家境的不同，所处环境的不同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本就巨大无比。再加上有的人勤奋点儿，有的人运气好点儿，最终走出来人生路线可以说是大相径庭。可是呢，由于大家投胎的时候可以算是自己选的，所以很多人还能安慰自己，哎呀，人家确实聪明，哎呀，人家确实努力，哎呀，人家确实有实力。这时如果突然有人告诉你，其实那些人上人都是上一辈花钱把他们创造成这样的，人家就是个懒癌，学习成绩也比你好，身体素质也比你强，不但如此，你辛苦打拼一辈子，攒钱说给自己孩子也给整个调整者，最多也就调整成一个捧哏的，还没人家的背景能当上大副的，可能连 plant 都住不进去的，你会怎么想？这里可能有人好奇了啊，plant 不就是调整者云集的地方吗？怎么我家儿子调整了还进不去呢？那你还是想的太简单了啊！其实 C 的里的殖民卫星不只有 plant， 像 UC 那样的奥尼尔桶型殖民卫星也是有的，也就是 C 的前2集中被炸的那个赫里奥波利斯，它隶属于奥部，而咱们常说的 plant 指的是由第1个调整者乔治·格伦所设计的沙漏型的殖民卫星。它与传统殖民卫星最大的不同就是形状不同，听起来好像是废话啊，但是这个形状真的是至关重要。C 的宇宙中的桶型殖民卫星直径只有3000米左右，云高普遍在600到1000米，再加上居住区相对密集，导致卫星内部显得相当狭窄且拥挤。外壁虽然结实，但也没那么结实。咱们再来看看沙漏型殖民卫星，两侧呈圆锥状，人只能住在位于2级的圆锥底侧，是不是感觉空间利用率小了点？给大家说个数啊，这个圆锥底部的可利用面积为16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是北京3环内的大小。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3环内大概是有多大啊？就这么大点地方，还有70%是水域，岛中的陆地上还铺满了植被。可是啊，它每个沙漏型殖民卫星只计划容纳约50万的居民，这对比桶型殖民卫星人均居住面积可以说是非常大了。同时呢，他们还享受着10千米高的天空、拟真的风、海流与温度变化，而且人家殖民卫星的外壁还可以自我修复、自我调节阳光渗透率，防御力也是相当的强，2代机都要打很久，懂了吧各位？它虽然大小是对标了北京3环内，但生活环境主打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就这么比喻吧，桶型殖民卫星就相当于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城市，而沙漏型的殖民卫星相当于是高端别墅区，里边住的人也是天差地别的。所以说能够住进 plant 的人，那都是有钱有势大家族出来的调整者，不但调整水平普遍很高，人家家底儿本来也厚。你再想想，plant 那6000万的人口，经济体量却与150亿人口的地球相同，人家的资产阶级利滚利的速度，你地球居民想跟他公平贸易竞争得过吗？这便是阶级冲突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所有的家族都把自己的2代拿去做调整者了，剩下这部分家族主要就是受蓝宇宙影响的地主老爷们了。他们说白了，其实孩子的基因本来就不差，不做啥调整也非常优秀。关于调整者与自然人的上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视频。而这部分人为了与 plant 那边进行政治以及贸易上的竞争，会以蓝宇宙思想为基础，煽动民众与 plant 为敌。对于不少脱离了旧时代宗教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他们新的宗教战争，这便是理念冲突。最后，调整者还有一个缺陷，就是第3代调整者的出生率非常低，导致他们必须要实行婚姻管制，才能够确保后代的出生。在此政策下，
男女之间的感情啊不重要，家庭之间的磨合呀不重要，能不能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导致很多调整者把婚姻看成是造玩的途径罢了，并没有投入啥感情，也没有什么家庭观，久而久之必然会演化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文风貌。再加上他们长居于宇宙，往大了看，他们认知里的时间、空间、文化都会与地球人大相径庭。这个差距啊就已经不是民族差异了，你要是算上调整者和自然人结合会被自然人慢慢同化的设定，它已经是相当于是2个种族的差异了，这便是种族冲突。所以说呀，这么2拨人，他们有着阶级冲突、理念冲突，甚至是种族冲突，你说他们咋和平相处？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们也和平不了啊！而编剧又肯定不敢写什么一边灭绝另一边的剧情，那就只能让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喽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